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用最真诚的心念佛。那如果真诚念佛的话，会带来好多好的运气啊，比如说会增加财运财富，会让事业呢变得更好啊。今天做工作做生意，今年是不容易的哈。还有呢，在当今呢，有一个过去老人从来没想到的事情，就是找对象结婚呢，比登天还难啊。那么通过念佛啊，能够让佛菩萨促进我们有好姻缘、好人缘啊。今天呢，我们和昆提香可呢两位呢，我们三个人会聊一聊今年的问题哈。在2025年，你看一开年，我们之前就讲过哈，今年是这个烽火年，还记得吧哈？记得，记得哈。那还记得啥呢？就是今年会比较热然后今年有一个闰6月嘛，所以今年的夏季会长。还有呢，这个因为风也比较大啊，所以使得呢，有一点火，只要有风的话，就把这个火变得很大。我还说过哈，这今年有可能会增加新的战争。是。好像是哈。对对。比如说以色列对伊朗又开炮了。是。那么小国成天到处打。对，近期那个泰国跟柬埔寨边境也在打仗。亚洲也来问题了啊！你说泰国，本来大家觉得是佛教和旅游胜地，是吧？对。也忍不住开炮了，啊！就前2天的事情啊。是。说这个烽火年名不虚传哈。再有一个就是火很大，好像从1月份，对，美国加州，就那个大火就起来了。是。烧了多少房子来着？18000栋房屋和建筑物。18000栋。美国的房子啊，对，那一栋都好几百万美金呢。好多大的别墅。哎呦，那整个对这个城市的这个破坏，光从费用来说的话，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哈。是。哎呀，这麻烦哈。所以好几十万人呢，无家可归啊。对。这美国人还是有办法待遇好，那想方设法解决灾民的住宿问题，还有这个城市重建问题哈。对。真也不容易。所以美国人也不容易。对。在加州呢，保险公司哈，在加州的保险公司，因为它容易起火，保险公司也特别有意思，就给加州人，你要买房屋保险的就没有火险，你着了火活该，我不赔，啊。那真是自认倒霉了。你看，就一下就都烧了。那个如果买不起，如果保险公司不给保的话，这个房子白烧了。真是。哎呀，这麻烦了。就连好莱坞哈，那些很多民宅都给烧了。对。那一栋房子多少钱呢？有的是几千万的，几千万。对。好莱坞上千万房子根本就不算啥。就几千万、上亿的都有哈。都给烧了。再不要说家里的那些就是值钱的，就是很多的宝物啊，因为当时火势很凶猛，人们都来不及逃离。是。对，所以旁边加拿大呢也是增加了，也是火上浇油哈。对呀。闲着没事着火啥，好几个省着火啊。对，5个大省从西向东都不断的有森林野火发生，然后影响到民居住宅。真是哈。对，然后那个南美的有很多国家也是发生野火。南美。对。哎呦。然后不光这个，你看北美、南美，连土耳其西部也发生了这样子的。连土耳其对都有火。对。哎呦。对。哎呀，你说这个烽火年名不虚传呐。真是。哎呀，真是火很大。对。人们也容易发火，你还连自然着火啊，还有这个引起战争，就是领袖发火。哎呀，真是不容易哈。对。那还有听说有很多火山爆发呀？对，很多火山，就是日本啊、夏威夷啊，最近冰岛也是，就是今年火山爆发的比较频繁。对。而且不只是这个火山爆发，还有大火，它连天气都变热了。
就这个全球变暖是好像全球持续在变暖恶化。今天早上我才看到一个新闻说，现在土耳其已经到50.5度了。天哪，这50度是什么土耳感觉？其啊，对50.5度，对，已经创新纪录了，那边就特别特别热。如果说拿一个生鸡蛋在马路边石头上打开哈，对，很快就熟了。就是哎呦，那人怎么受得了呀？对呀，就是欧洲的很多地方，例如像西班牙也都达到了46度。现在就是西班牙这2个月那个热浪啊，已经有1000多个人死亡了，因为就是天气太炎热的关系。哎呀，如果到那旅游可麻烦哈。对，人生地不熟，天天在热的环境下，对，这个是个麻烦哈。是，对，像希腊今年也是特别热，就是对达到了非常高温。像著名的那个雅典卫城，最近都要临时关闭，就是因为为了大家的安全嘛，因为那个温度实在太高了。它那个卫城的沿路上哈，种树也太少。是。在那个看那个旧的建筑的时候，也没有遮雨棚之类的哈。对。但如果修一些遮雨棚啥的，就照相的时候，就好像就不好看了，这也不容易哈。就临时关闭，太热了，因为我登过去年哈，挺热的，能热死人呐。是。哎呀，就连这个就是地中海的这个海面的温度哈，都比历史高过了3度。就是历史平均温度可能是23度左右，因为是海嘛，然后今年都到26度多了，所以海面升温的时候，它会严重影响到整个这个全球的气候和海洋的生物。这好奇怪，怎么变这么热呀？对，就是极端天气，这都不可控。对，这还没完呢，那地震这件事儿还没完哈。是。咱们从说了之后，今年也会有一些地震的问题。从1月份啊，中国西藏那边就发生了7.1级的地震哈，对，也是出了一些灾祸哈。是，对，后来还有哪里啊？对，后来3月份呢，缅甸发生了7.9级的大地震。那个地方很少听说哈，有什么大地震的哈？是，很少有那么大的。这个震级已经很强烈了就是影响到它。就弄得泰国也震了。对，就它的震影响到泰国。对。还有1-2栋楼直接塌了。是，那个视频都很恐怖的，那个高楼直接就歘一下就豆腐渣工程没有了。是。哎呦，这一次地震上万人都受伤，甚至失去生命。不止，光曼德勒多少人啊？都我去过的呀，缅甸。对。曼德勒人口至少有几百万呢。那个有些房子也都是豆腐渣工程。就是一晃全倒了。对，应该砸死不少人。只是说每个国家天灾死人这件事儿吧，都不乐意承认。对，是不是啊？死10万能说1万就不错了，人觉得有点丢人，说丢人肚子痛要自己忍着，不能告诉国际，就显得这个本国人无能一样哈。咱就说这个现实事件吧，这个地震啊频频的发生哈。是。像日本台湾地区那个这整天的没事就震几下。是。那都不用报了，小的震都不报了。这6级以下不用报。对。你经常你在那个房子里头，那个房子哐就开始哆嗦了。哆嗦了之后，像日本人没事儿，该干啥干啥，就觉得没哆嗦。而外国人去了之后跟着一起哆嗦，就吓得够呛，到处找出路哈。也就是说，人家看这个6级以内的地震都是常态。那个灯都跟着晃，就人吓得要死。他们看惯了，没事儿。但是也麻烦哈，如果突然变大呢，就来不及逃。他当他没事的话，就跑不出来。对，困在里边了。对。是。那3月缅甸的这个大地震之后，4月土耳其又发生了6.2级的大地震。土耳其又发生地震。是，对，土耳其之前不是才发生过那个毁灭性的地震吗？前2年吧。前2年是。对。是。地震像北美比较少的，现在北美也地震了哈。对。你像加州附近地震啦，还有阿拉斯加。是。前2天嘛哈。阿拉斯加就是美国的一个区域，它一个连接那个它比较冷啊，连接苏联的地方。地震了，好像挺大的地震。幸亏那个地区呢人数比较少，
所以造成的伤亡不会太大。对。再接下来就很大的，今年这个空难也挺多，就是飞机失事哈。对，来说说看。就我记得师父年初的时候就有提醒说，就是今年我们要注意交通安全。那确实除了天灾以外呢，就是今年的这一些交通事故啊、空难，也是就是发生的也比较离奇啊，很多人受难。就是像1月份的时候，就在美国那边就发生了一起空难，就是一个美国客机跟一个美国军用的一个直升飞机，就是相撞了。然后当时候就是相撞之后就掉进了那个河里，那飞机上的所有的人都没有保住，都遇难了。当时还特别冷嘛，然后后来就是没有一个生还者。然后相信就是大家也是历历在目了。今年刚刚过去6月份，就是印度 Air India 有一个客机，也是就是它在起飞不到5分钟之后呢，因为不明原因，就是2个引擎都关闭了。对，关闭了之后呢，飞机就往下坠了，然后后来呢撞上了一个大学的一个楼。那飞机上的那个乘客跟那个 crew member， 就是他大概241个人都死亡，就只有1位就非常幸运的生还者。是，当时那个大学寝室里的一些学生啊什么的，也因为这次事故丧失了生命。是，所以这个空难也是今年非常严重的。我记得是3月份还几月份，韩国也有个空难了。是那个济州，有印象吗？对 Jeju Air 的那个空难是，好像它撞在飞机场的那一个蓝档飞机的一个水泥坝上。对，那个也是很惨对，后来也是爆炸那个飞机。还有日本2个飞机相撞，知道吗？2月份左右的时候，这都是在我脑子里印的，是，我都忘了嘛今年就是一直很多这样的消息，新闻里总有这样类似的美国的小空难几乎1个月有1-2次，就是这个春天这个期间光美国只有10几起空难。当时我就说怎么了？整个这个飞机这个系统怎么回事啊？就像有人捣乱一样就像故意破坏一样，就出了很多空难，尤其是在美国。对还有印度前几天也是有飞机是摔了吧对，它起飞的过程中引擎突然就熄火了。然后等发现了熄火之后，再把它打开之后，它飞机已经失去动力再起来了，所以只能往下沉。就等于撞上了一家这个大学宿舍就爆炸了，真的是很可怜，恐怖说完这个空难之后，再说一下战争刚才也是透露了一点了那个叫以色列和伊朗，对，就是他们都是邻居就是邻居仇恨多友谊也多，仇恨也多。对，如果光顾仇恨的话，那就打个不停所以今年都忍无可忍打。对，对，以色列也是个战斗民族，也是和前头还没打完呢，这又和这个伊朗打我觉得挺凶险的，也是。对，他直接就是偷袭了伊朗的这个核基地所以也是当时炸死了很多伊朗的高级科学家和军事人员。他这个战争据说呢有好几个国家悄悄的参战，就是旁边的几个小国家，所以参与的国家不少于3个。你看等于是多边战争就开始了。哎呀，麻烦。是，那就是伊朗是个产油国嘛对，所以它一有战争的这个生产油这个部分就受影响了这个油价立刻就攀升起来了，就是要变成通货膨胀。很多企业因为油价的增长，还有一些这个疫情之后的原因物价暴涨那有些企业就关闭了呢。再就是泰国对，就是刚才我们讲泰国和柬埔寨。泰国柬埔寨因为边境冲突而发生了战争。他也是离得近，早就有仇。历史上你给泰国人一说柬埔寨，他就说别提他们一提一肚子气，就是有历史的原因。他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战争仇恨可以上追溯到1000年左右离得近嘛，所以摩擦就多。是，所以现在今年又是
烽火年忍不住了，开炮啊！就是啊，哎呀，都不太太平。这不光天灾，这到处是火，这人也控制不了脾气。对，所以呢，想往那边旅游的朋友呢，还是小心一点哈。战争等结束之后再去哈，也不容易。我也总是听说，像1、2个人去旅游，还经常叫人给绑了票，是吧？去泰国旅游哈，还绑票，绑票去干嘛去？就进入诈骗集团哈。对，对，去到诈骗集团逼着你去骗人哈。哎呀，这是现在这种灾难哈，用各种的方法骗人的这个灾也很多。在网上成天登，很多老人家哈，这最后剩下一个棺材本，养老的一点费用哈，这个就是可能1、2天就被人骗个光光。结果老了之后连生活费都没有，所以最后实在没办法就选择了。轻生啊，这很让人感觉到很心痛哈。对，所以这也是灾哈。对，所以大家除了防天灾之外，还防这个人祸哈。可能你所在的地区没有战争，但是呢，这个骗子是越来越多哈。是。所以一些一个是青少年，还有一些老年人。老年人定义我就不好说了，50以上。也可以算是中年人，也可以算老年人。就是如果你，因为有些时候你还没那么老，就叫人给骗了，就发个信息，你欠我什么什么东西，我代表银行或者代表政府给你干嘛？你先，要不然你也不被追究，你先给我汇笔钱来。很多傻子就当场就是汇钱去。现在台湾那些银行整天贴着哈，你现在汇款是因为什么？你认识这个收款人吗？但每个银行都贴着这些字条，都提醒着你哈。这个韩文我看不懂，我就不知道。韩国银行有没有贴那些？没有哈。韩国人说宁可吃亏，我们也不贴这个，是吧？还是小心一点哈。听到我们直播的人，就是少去，尤其是你不是特别清楚的情况下，不要随便去付款哈。这诈骗犯太厉害了啊！这骗老人很多时候不上班嘛。在家里头，其实他见识越来越少，这种负面的新闻的细节的东西哈，收到的少，所以其实容易上当啊。对。那师父，除了这个天灾人祸啊，今年人们的生活也不容易啊。就美国起了这个裁员潮，就是在2025年的上半年呢，美国就有2000家公司已经宣布裁员了，累计裁员的人数已经达到了74万，已经是近年来最高的水平了。就在5月份，就是单月呢，就有接近9.4万人被裁员，就在美国，就是比起同年同一个时期呢，已经增长了大概50%了。对，那这些裁员的公司呢，科技行业是首当其冲。是在 AI 来临。对，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亚马逊啊、微软啊、谷歌啊、Meta 呀哈，他们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员。就拿亚马逊为例吧，2025年他们将削减1.4万个经理级别的职位，就是中层管理人员。为了提高他们的运营效率。对。那微软呢也计划裁1.5万人，这都是高科技公司，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裁员的节约出来的成本吧，能够加大 AI 的开发和投入。哇，这恐怖哈！是。光中层管理人员能裁掉一个公司裁掉1.4万。是。哇，那这个公司也确实庞大。哇，这个太厉害了，太离谱了。所以叫我担心的为这个一些中青年朋友哈，本身你是学习或者参与这个 IT 工作，就是这种电脑啊编程工作的人呢，开始为他们捏把汗，担心呢。说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懂得写这个电脑里的这些程序遇到这个会程序的人，我们觉得很羡慕很佩服哈。现在说你们也饭碗不保啊，都很危险，随时被裁掉了就是。对。所以没有永久的铁饭碗了。真是没有。这个真是麻烦哈。是，这些人我看他们裁掉以后就是到处找工作嘛，说现在的情况是僧多粥少。是。还找不到工作，所以很多人都失业了，然后就其实面临很大的经济困难了。
那你看呢、就是现在饭碗不保啊，那个就是人们生活不那么安稳。那我们还经常听到，就是每天那个新闻都会报道这边关税又怎么样了？这个美国关税大战哈。对，就让物价就非常的不平稳大家的物价不断的攀升。这个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后呢，提这个关税问题，这是一个挺灾难性的事情哈。正好在这个之前呢，正好就是疫情之后，3-4年之后，疫情的时候啊，就因为这个疫情，各个国家封城闭国这个行为哈，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瘟疫快速传播的事情哈，其实造成了整个所有的这个供应商供应链就断缺了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海运的船只呢，就在某个港口那里停着动不了，一停3-5个月所以现在海运的这个货运的运费呀就增加了1倍非常贵，并且速度还很慢。那在这个疫情之前呢，比如说亚洲到美国的话就1个月，现在呢你至少要准备3个月，就非常不保险。再加上这个因为关税问题，还有一个美国那个叫什么什么工？劳工法？不是劳工，他那个总是要那些各种的待遇的那个什么工会，对，工会弄得海关的工会呀等等的，弄得成天罢工。本来就是那个物资供应就不足，他再一罢工你比如说拿温哥华港的话，加拿大温哥华港就是很多船只在外面等着，根本报不了关。货运就停在那个船上头，就眼睁睁在你海岸边进不了国，这个该要物资的这个企业就拿不到自己的货，所以整个生产就耽误了。对呀。但是呢，因为供不上货，所以货物就涨价，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我走访的几个国家都是这样子，是吧？从欧洲到亚洲到北美，就什么东西都变贵了。再加上这个莫名的关税再一提升的话，我相信很多企业受不了，有的要么就裁员，要么就关门就很危险哈。所以这个新形势下的这种状态的话，真是不容易哈。就2025年呢，真是烽火年呐太厉害了。所以这种天灾人祸，各种的经济压力这个都在威胁着我们。所以很多青年人可能还能凑合找工作勉强找工作，那很多人到中年40来岁找不到工作的，像尤其是学这种电脑 IT 类的40岁的这个电脑 IT 类的人员就算是老人，就是爷爷级的。那谁去雇爷爷级的人呢？就是在公司来说不会雇的，所以很艰难所以呢，现在来说，大家这个过日子不容易对。所以这个钱越来越紧张不够用，并且正在上班的人很多，还有随时被裁掉被失业的这个风险对呀。压力山大。是，但人们都希望能够过平安的生活，都希望能够有房住、有饭吃、有健康有幸福的家庭，师父。那在2025其实开年就这么自然灾害各方面的压力、经济压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大家能怎样实现这么美好的愿望呢？哎呀，别的方法咱使不了了。咱信佛呢，咱就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念佛吧。先裁掉富裕一点的人在公司打工来说，他们家存款多，可以先裁他。咱们钱不多，咱们晚一点被裁掉只求多福吧。那这种福气呢，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这个求人事不行对吧？求能力，有自己能力就这么大了所以只能说自求多福那我们在自求的时候，如果你有信仰包括没有信仰，那和我们一起来念念佛。其实我自己都经历了很多，就是修行念佛或者做功德的一些这个益处好处
这也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念佛和修行来受益的。这个你们俩不是记得有一个受益的故事吗？是的，师父啊，我这里有一个因为念佛而帮了先生的事业的非常好的故事啊。好。对，她是来自温哥华的，叫米娅哈，这位师姐。那她的先生呢是在一家非常大型的连锁公司做店长哈，开了一间店。当时呢，先生呢是17年前被先生的上司临危受命哈去了这家店。当时这家店经营非常不善，没有人愿意接管。那先生呢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烂摊子。他每天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一步一步将这个门店经营的风生水起，连竞争对手都刮目相看。那先生的工作呢，也就成为了他们家庭最稳定的经济来源。可是2023年11月4号的这一天，先生的大老板突然找他谈话，告诉他你年纪大了，管理呢也不如从前了，公司决定将你调往另一间分店。这个消息对于他们家来说仿佛是一道晴天霹雳，因为新的分店位置偏远，级别低，交通极不方便，营业额还不到现在的1/3。这对于先生来说不仅仅是降职，而且收入也会大打折扣。最令人痛心的是呢，这17年前就是这同一位上司硬是把一家原本经营不善的店塞给了他的先生。那身为妻子，眼看着先生把全部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店里，才换来今天的成绩。可是这个上司轻松的一句话，又把先生打回了原点。先生虽然委屈，也没有办法，他非常的挫败，感觉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那这位妻子知道以后呢，又难受又愤怒，想着接管了17年了，到了退休的年纪，却又遭遇这样的事情。想来想去，没辙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求佛。所以他每天晚上都真诚地跟着师父的念佛祈福直播，恳请佛菩萨慈悲护佑，帮先生渡过难关。那经过每天的念佛呢，妻子的心也慢慢的从焦虑转为安定了。他相信佛菩萨一定会给他们最好的安排。11月6号，妻子呢专程到温哥华禅堂为先生点灯。工作人员得知了他的烦恼之后就建议他也为先生的上司点一盏灯。当时他听了以后气得都快跳起来了，因为他想，就是这位上司把我的先生派到这个边远的小店去，他都快恨死他了，还要给他点灯。可是当时身边的妈妈说要不咱们试试吧，也许能解决问题呢，因为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于是这位妻子为先生的上司也点了灯。那就这样持续的念佛，同时点灯，奇迹真的来了。短短的5天之后，11月11号，公司通知，原来安排接手他先生位置的人突然有了其他的工作变动。那因为呢又找不到其他的人来接替先生的岗位，所以原定计划的调职就取消了。听到这个消息，妻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来大老板都已经做好了的决定，居然在5天内就发生了变化。先生也是非常的惊讶，连连说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热泪盈眶，深深的感恩佛菩萨，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这是来自温哥华的。这个真的很神奇吧？是。你不能说是巧合了吧？哈，很神奇。是，我觉得是得到佛菩萨护佑了。是的。你本来人家上司都给你定好了去接管那个烂摊子去，对，结果人家改变主意了。是。佛菩萨帮忙哈。对，佛菩萨要帮的时候就很容易了。哎呀，太神奇了。哎呀，感恩师父，不得了哈。但师父，佛菩萨不止帮人那个找工作，还帮人找正的姻缘呢。正姻缘。是婚姻啊。对，现在就是大家都来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吧。来听一听我们那个温哥华还有一个师姐叫 Tina， 她给我们写了一个故事就是她有个儿子嘛。然后儿子呢，他上大学的时候就交了一个女朋友叫小张。那儿子跟小张呢，他们其实是中学同学，后来慢慢才在一起的，一直关系都挺好。
然后呢，就甚至呢，这个小张他本来是国外的留学生嘛，他还到了这个师姐的家去借宿1个星期。那就是说实话呢，师姐因为跟师父学了面相嘛，她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张呢，就不怎么喜欢，因为这个小张他就长了一个8字眉，然后脸色黄黄的，而且呢，就是额头上还有一道非常明显的疤。这师姐一看，对，就觉得就是不太吉祥，不太健康啊。然后他就跟他儿子说了这件事，他儿子当时就是正非常处于热恋期嘛，非常喜欢这个女朋友，就不以为然。然后呢，不只是就是他这个长相就让师姐不喜欢了，这个小张呢还有点没礼貌。就是他住在那个师姐家里嘛，但是呢，就是每次见到这师姐呢就不打招呼，就非常的冷漠。然后他们2个儿子跟他，他给他们做好饭了之后呢，就是这2个年轻人就把饭端到自己的房里，就不跟妈妈一块儿吃，就让妈妈就觉得特别的委屈。是。然后甚至到后来呢，有一天晚上，这师姐就看到这个儿子还给这个小张端了一盆那个洗脚水。那个师姐就气了，说：“我养你养那么大，你没给我端过洗脚水，那你给这个小张端什么洗脚水啊？”他就特别的不高兴。然后后来呢，有一天晚上，他就问这个儿子说：“这个小张这个额头上的疤是怎么回事？”那儿子就跟他妈妈说：“他因为是额头上有一个疙瘩，他要做手术把皮揭开才能够。”就是把这个疙瘩拿掉然后当时师姐就更纳闷了，说：“我儿子长得挺帅的，而且就是那么有才就是你如果跟他结婚的话，生出来的孩子万一就是额头上也有这个疙瘩问题怎么办？”但是当时怎么劝儿子也不听嘛，就说我就是喜欢他，就是热恋中的年轻人都劝不动。是。然后后来呢，师姐想说，跟他说话没办法，那师姐就说，那我就好好念佛吧。他就整整念了6天佛，很诚心非常的诚心。他就求佛说，这个小张就是真的不太适合我的儿子他千万不能让他们2个结婚将来不然我们家的日子真不好过。然后他就这么诚心的练了6天了之后，没想到就在小张准备回去的那天早上呢，他就看到儿子一个人在厨房偷偷抹眼泪。然后他走近一看说：“儿子你干嘛哭啊？”那儿子非常低声的说：“妈，我看到他手机上跳出一个讯息，有一个男的叫他亲爱的。”然后原来肯定很心痛对，非常心痛。原来那天早上呢，突然间不懂为什么小张就觉得肚子痛，然后他就跑去了厕所，就把手机落在了床上。那平时这个小张呢，他就是手机是寸步不离的很少就是会放着不管。那就那天就很巧合就这样子，那他一放到那个床上呢，突然就叮叮一响。那儿子就看了一眼，看到那个头像呢是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男同学，然后这个男同学呢就给这个小张说：“嗨，亲爱的，你好吗？”这个儿子一看就就也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嘛，就非常的难过，是吧？但是这个妈妈一听就这下可好了，然后他就扇一扇风，偷偷的开心是，他就跟儿子说：“您别哭了，你真是傻呀。他这样的人品呢，如果以后你们结婚了才惨呢。现在看清楚这个人是怎么样，还是佛菩萨护佑我们呢？”对呀。然后后来呢，就是儿子也就不再跟这个小张联系了，然后他们就断了关系。那就是这个师姐呢，也就是非常的诚心再去拜佛，就感恩佛说：“感恩你佛菩萨护佑，帮儿子赶走这个品行不良的女朋友。”后来呢，师姐也听了师父的开示，知道做母亲的除了管教孩子呢，更重要是要给子孙多做功德。她开始在禅堂不断的给儿子点灯、塑佛金身，祈愿他事业顺利，多挣钱，找到一个顺利就是非常善良懂事的一个媳妇。那现在呢，他儿子真的结婚了，而且媳妇让他这个妈妈也非常的满意，他就是跟他妈妈的关系非常好，经常给他买衣服买化妆品什么都惦记着妈妈。
那他们对非常孝顺，那他也经常告诉这个儿子说，哎，我们以后多挣钱，还要多给妈妈一点零花钱，他把你带大也不容易啊。那就是这个孩子不光懂事和善良，还特别的聪明，在大学里当老师，把家里那个各种事务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你看，这个师姐就通过诚心念佛做功德啊，把这个坏的儿媳妇就坏的女朋友给那个弄走了啊，挣来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孝顺、非常懂事的一个现在她的儿媳妇。真是感恩师父。这个佛菩萨护佑的故事数不胜数哈。是。你只要是认真真诚的诵念，一定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护佑和好处哈。我经历了无数种这个念佛修行受益的故事啊。那现在我在说，差不多30多年前，我认识一个老太太呢，就是邻居的朋友，老太太，腰痛了3年多了啊。也是医院中医西医都看了，什么推拿的针灸的啊也都用过了，无效啊，所以都把那个他这个熟悉的一个针灸医生给逼的，说你是不是中邪了哈？你还是找什么巫师之类看一看之类的。当然话来也巧哈，就是他的这个邻居呢在我这受益了，就介绍他到我这儿来看一看。那我当时用功夫没用，也好不了。但是为了帮他呢，说我带你念佛，总是一条出路的。但我没这个本事，那佛菩萨修理你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啊。好，就带他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我们说我们念7天啊，就是一个念佛期嘛啊。通常佛教来说的坐禅呐、念佛呀，但如果有个班一个周期的话，通常用7天啊，这个吉祥数字。结果呢，这老太太呢，像我们这个坐垫，她坐不了，腰痛的不行啊。她说站着吧，说站着就不礼貌。我说你站着的话，闭着眼睛念，还容易摔倒。那怎么念呢？就说干脆这么着，我呢为了表示真诚，我跪着念。跪着念不疼啊，他就跪着念，当然我也小心他别摔倒啊。跪着念每天7个小时啊，因为这个腰痛把他折磨的受不了了。聪明人就会想说，那如果跪着念的话，跪着他痛不痛呢？跪着那个疼痛就减少很多，就不太痛。他觉得这挺好的，就跪着又不太痛，我就跪着念。那么1天7个小时我们就是吃2顿饭很普通，连水多一口水都不喝，嗓子不会哑。到第3天，他念着念着，我也听到有骨头咔咔的声音。这时候我就睁开眼，因为我就带他嘛，就一个人。他睁开眼在旁边找东西，我说怎么了？他说听着咔咔响，又像我的骨头，我都怀疑我的骨头哪这么响，是不是旁边有什么东西坏了？旁边找东西没有，他就使劲扭头到处找，前后找。他扭着头找着，他说我这个腰能动了呀，我这个脖子能动了。前头痛的时候，他这个腰背是僵直的，他要转身要用脚来转。脖子和腰是不能转的。我说那站起来试一试，站起来之后，他也做各种动作都没问题了，这不痛了。他就问我是不是绝对不痛了呢？我说这个不一定，咱们这个念佛期要完成所以等这个佛期完成之后，他至少我认识他之后的1年之中，后来我就离开那里了嘛。后来这1年之中再没说过腰痛，你看腰痛就好了。但是他这个腰痛比一般人痛他什么医生都看了都没用的，什么医生都看了，那我用功夫也治不了，所以他好了。对，今天我才介绍给大家。
他要不是痛成那样，他也不可能一天跪7个小时那么虔诚的念佛。但是跟着师父念佛，师父加持，佛菩萨加持，第4天就好了哈。关键要诚心的念。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我想起来哈，就是1997年，这是花多少年了？97年，啊，都算不出来了吧？哈，30多啊，20多年吧，哈，20多年，不到30年，不到30年，就算28年吧，啊，1997年，那我们在中国那个北戴河哈，北戴河一个疗养基地那儿，我们开班，教大家。那有一个呢，其实是内部的训练班，因为那个时候念佛也不容易哈，就是觉得他们挺受益的，最后说能不能带着念佛，我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带着念佛不允许，就念吧，有少数200来个人一起念，那我呢也一起念，我是做的大众之中一样，大家一起念，那最后我有点事出去一下。我再回来，回这个念佛堂里头来的时候呢，正好在迎着我的面，就是大家都是冲我们开门的这一面，我从门的这一面进来就看大家的脸嘛，就是坐在中央部位的一位女士呢，她就想打个喷嚏，声音也不太响，因为正好我在看着他们，从她这个鼻腔里头，呼一下就那个凉粉坨一样，绿色的凉粉坨一样，还有那个中间有个圆的一个圆球，这个圆球大小哈，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好像有荔枝那么大，就像一个鸽子蛋，硬度不知道，就没去触摸呀，从鼻子里出来的绿绿的。他也不好意思，他说你看那么恶心那个，他赶快就往外跑，对，这整个一手捧的，从鼻腔里呼就出来了。这是啥呀，师父？他是那种叫鼻咽癌，鼻咽癌患者。那就是恶性肿瘤。那个应该圆乎乎的东西是肿瘤。都排出来了，就给咳出来了。就那一下不是咳出来了，是念佛排出来了。排出来了，对。呼噜一下子，就出了一大坨。哎呀，从那之后痛快啊！他那个头痛啊，就是这个癌症弄他的头特别的痛。他就觉得反正最后了。他来找我的话都是没有办法，医生没有办法，最后才来找我。所以。我们这个大众得了病之后真是很痛苦的，倒是晚期了，所以找我呢，所以那次我们的也是念的观音圣号，那是第3天第4天来着，没有几天，就排出来了，从那之后就好了。对，真是太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你想他多开心呢？对呀，真是起死回生啊！所以念佛真的好神奇啊，师父。那个人当时我记得67还是70岁那样子，然后不到70，据知道的人，他之后又活了10几年。最后不是因为癌症死的哈，可能是老死的吧。就延寿了10几年啊。他本来就是已经是那个鼻咽癌晚期。对。那一排出来之后。所谓的那种所谓扩散的东西也跟着一起就好了，就没有了。因为他不放心嘛，排出来一大堆东西，是吧？他验证说我到底好了没好，就是医院又去检查，之前给他判定癌症的医院再去检查，医生就觉得很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但是我们确实测不到你的癌症了。这太好了。又抽血又透视之类的，那查不到了，就没有，只能说你没有癌症了。太好了，很神奇吧哈？非常神奇。这都是念佛的作用啊。更不要说你是有点什么烧心呐、胃酸呐、一般的什么腿痛、屁股痛之类的，那些很容易好。就是我们在修行之中，是很多其实佛教专业人士忽略掉的东西。我传大家的只是佛法之中的一些小细节，大师们忽略不要的，
就像卖人家炖猪肉的那些剩下的边角料，我们拿起来之后众生就受益了。啊，大师们不要的，咱要了之后大家受益。比如念佛，很多人说我们念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那是命运最后的安排。我们希望来念佛的人活得生命更长久，老来不用人伺候，这是我所倡导的啊。希望你健康长寿，但是希望你在长寿的过程之中不需要家人伺候你，但是你还能反过来伺候家人。我一开始倡导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当时在广东，中国广东，说我挣钱就是为了让别人伺候，那是年轻的时候嘛。你到老了之后，如果被人伺候，多不方便呐，很痛苦的，是不是啊？你们拉得满床大小便，你自己都爬不了，你说你多难堪，对不对？你那去找人看的。说你孩子没有办法的，没有时间的时候，你得雇一个陌生人来伺候你，对不对？所以那个难受痛苦啊，就别提了啊，到那一步就更麻烦了。就说一个轻的半身不遂，你走路，你比如说你右半身都不太好使，你自己去买菜方便吗？你坐车上下车方便吗？不方便。尤其是你家住个5楼，上下楼梯爬楼梯，怎么方便？你宁可住在地下室，你也不想爬楼，对不对？这真是很痛苦的，啊，所以这个修行它的作用啊是非常的神奇的，啊。那师父，我们可能今天在网上哈，还有很多新的网友会跟大家一起跟着师父一起来念佛祈福啊。那我们给他们讲一讲一些念佛的注意事项，好吗？好的。念佛，咱们在家里哈，在家里的话，无论在你办公室也可以。首先一个呢，地下能坐的有个垫子。有很多人说我没练过啊，我家哪来的垫子呢？其实拿个毛毯。厚的毛毯大一点的叠一叠啊，就坐在屁股底下。那最安全的方法呢，是你的靠背的部分别悬空，尽量说有一个墙能靠着。因为你没有这个做功的基础哈，有时候念着在闭着眼睛念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你的靠背靠着墙，如果墙比较冷的话呢，靠着墙腰下头，在和墙之间呢塞一个枕头。就是你的身体不要死靠着墙壁，因为有些墙壁是水泥或者是砖头垒的，还是比较凉的，体质弱的人不适合哈。那么还有的人说根本就没法盘腿，盘腿没要求哈。有些人在网上看的时候，一盘腿是2个脚盘的都窝起来了，像窝螃蟹似的哈。那你做不到，没这个基础，没必要，就自然盘坐就可以啊，自然盘坐。但是你坐的地方哈，不是那个风扇或者空调口直吹的地方，那样你20分钟之后你就会落下病。吹哪个地方？比如吹头痛，吹脖子痛，吹肚子痛，别对着风口吹，这是坚决不行的哈。很多人头痛脖子痛，甚至是五官歪斜，就吹了那一次，就出问题了哈。就是最后从普通吹风变成吹邪风啊，这是个经验哈。那还有就是不能够盘腿坐的人呢，你可以坐在一个椅子，比如椅子有靠背有扶手的是最安全，也是你闭着眼睛念的时候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动作。当然我不倡导乱动哈，但是我提议的是小心一点啊。反正坐在地上铺个垫子是最安全的，就是倒到也不会摔到怎么样的，对不对？你坐在凳子上高一点，你万一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会因为高嘛，摔下来就重嘛。你本身就坐在地上，它怎么摔也摔不死你，对不对？不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还有你的周边的哈，一定要拿走什么开水瓶啊、暖水瓶啊、玻璃杯啊、带尖带刺的那些东西，还有旁边有个锐利的凳子角、桌子角之类的，说你一歪磕到太阳穴上，严重能磕死人哈。所以这些尖锐的东西你要远离它。之后还有就是这个，像那个水杯哈，也放得远远的，对你一不小心碰的烫到也不好哈。还有就是手机
今天是人手一个手机。当你真正静下来之后，就是那个手机无论是震动一下，或者突然有人打电话啊等等的发讯息啊，它叫唤一声吓一跳。有一天我们在韩国坐那个出租车，又是晚上啊，走的那个地方哈，就根本没有路灯啊，韩国很少这种地方。结果呢，他这个车上出来了个猫的声音还特别大，喵那个声音，我们都吓一跳，这里头猫进来了呢。一会儿又一声，啊，我又不会说韩语，说开车这个家伙偷偷的笑哈，最后才弄清人家发的讯息，他接收讯息的声音就是猫叫，这太可恨了，你吓得我差点没魂了啊，很有意思啊。就是你这个手机呢，一定先静音，所以你休息的时候关机最好，或者放到外头的屋子啊。但有的时候我用这个手机在看直播的话，那也可以哈，用声音开小一点，也知道说有声音我不怕哈，提醒自己一下啊。但是你自己在做工的时候，那个手机声音最好要关掉，而且不要放在随身的口袋里，因为随身口袋就是震动的话也会吓你一跳哈，所以不要被吓到。所以呢，别的事儿尽量别做。如果为了好效果啊，就先别做。那你先停下来。其实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你呢修一修、念一念，身体好起来，运气好起来啊，你一切都会好。说那有些人干活干惯了，我一边干家务一边听师傅直播，尤其是像普通听一般知识性的是可以的，但是要念佛的时候，一定要真心和诚意的去来诵念，效果才是最好的呀！这个大家知道了哈。那还有呢，网上留言发信息的朋友哈，这个开播这么久才讲哈，最好呢就是把你的心愿写出来贴上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人员觉得你这个留言还是可以的，就会贴到屏幕上，你也重新再看到在诵念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一些地区的这种管理环境不同哈，凡是中国在中国的一些网友朋友们呢，就是你要留言的时候，希望你注册的名字和写到人的姓名的时候，最好写个小名就可以了别写那么清楚也避免惹来一些麻烦。有些地方修炼特别宽松有些地方说修炼你就是邪教就是不好这个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哈，所以不要写真实的名字可以写出自己的愿望。那不合格的呢，工作人员不给你贴或者删帖，你合格的才给你贴出来，让佛菩萨知道你的这个愿望那之后呢，能帮助你实现。那你的代号和小名在家里的，你这个名字佛菩萨知道吗？你只要写个代号，佛菩萨就知道你是谁，是这样的哈。他和警察查户口不一样那中国以外的人你可以用啥名字都可以，我就不管了那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诵念了用最真诚的心。那么姿势也好，好像你不在我眼前，你不要站着，因为闭着眼睛你在念佛的状态它是不安全的，所以原则上一定坐着，除非不会坐的人可以躺着念如果会坐着的人就不要躺着念，躺着念没那么吉祥。我这细节就不讲，有多不吉祥呢？反正是不吉祥。能坐着念就不躺着念，好吧？但是说如果站着是不是更吉祥呢？不是，坐着念吉祥。就这样，然后准备开始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萨，南无观世音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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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南无观世音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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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世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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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世
音菩萨，南无观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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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菩萨，南无
观世音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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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南
无观世音菩萨，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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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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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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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萨，南无观世音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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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南无观世音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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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世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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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好，大家合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好，轻轻搓搓手，之后轻轻搓搓脸，回到6岁的样子，观想自己回到6岁的样子。
用手指头呢梳梳头发，让自己开发智慧，去掉愚昧，获得智慧。好，再拽拽耳朵，拽拽耳朵，拽自己的啊。拽着耳朵呢，你这个疲劳啊就会消失了。耳朵变大一些呢，福气更多一些。好，拍拍头。一切头痛，一切疾病消失。好，再拍拍前胸，拍拍胸口啊。一切烦恼消失，一切障碍消失。再拍打拍的左腋下啊，用右手拍。一切障碍消失。好，再拍拍右侧啊，一切障碍消失，一切烦恼消失。好，这样就差不多了啊。我们网友呢特别积极的留言哈，我们就像按照说的那样的，你写的还算正常的内容，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贴到屏幕上去，就把你的愿望啊让佛菩萨看到，这样的话呢，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所有的愿望。佛菩萨他的状态是叫无所不在，从有空气的地方到没有空气的地方都有，所以在关键危难的时候或有所需求的时候心中默默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菩萨就来帮助我们的。这是菩萨在经典里他自己说的，承诺众生，救度众生所以我相信菩萨会帮我们实现我们所有的愿望的哈，大家就是翘首以盼再过差不多1个礼拜呢，就快到了这个每年的8月3号的时候到了哈。那这个8月3号呢是我的这个出山弘法纪念日在北美像加拿大呢、美国一些禅堂呢，有当地的政府就是给确认为我们对当地社区做出的贡献，也特别嘉奖我们呢，就是把这个8月3号定为当地的这个菩提禅修日。对，菩提禅修日那么当地政府呢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和荣誉。那今年是我们34周年，我们收到了加拿大温哥华3级政府然后还有多伦多也是3级政府的贺信，也是感恩师父、感恩菩提禅修的贡献，也预祝活动成功。同时在美国的硅谷，我们也收到了政府来的贺信。对，3级政府就是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到市政府对我们的一个非常的支持和认可。对，认可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为这个地方的人民呢能做出更多的贡献那我们各国的禅堂也可能会在8月3日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你在这个你的国家所在禅堂地区呢，你早点向禅堂联络，或者查他们那个 Facebook 上的网页，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活动你如果想参加的话呢，就去。那去到菩提禅修日的活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也是成就你的愿望，最少都让你长命百岁。
因为我们的主信仰佛呢是药师佛，药师佛就为大家消灾延寿的佛啊，所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呢，最起码都是延长寿命，获得健康智慧啊。所以希望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呢，早点和我们各个禅堂联络哈，你就可以去参加了啊。感恩师父。同时我们下周日就是8月3号也会有一场网络直播，时间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亚洲台北时间是8月3号下午5点钟，然后北美温哥华时间8月3号凌晨2点钟，到时候我们也跟师父一起欢庆这个非常吉祥殊胜的时刻。感恩师父。那韩国的时间呢？韩国时间是8月3号下午6点钟，跟今天的时间是一样的。对，韩国的时间呢，和这个台湾时间、北京时间差1个小时哈，提前1个小时哈。是。欢迎大家呢，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活动哈。直播活动先透一点底呢，我们会有抽奖活动啊。好啊，太期待了，师父。好，那今天大家的真诚的诵念和发心哈，你只要有真心诵念，佛菩萨一定会收到，并且一定会帮助大家的啊。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哈。好，我也想祈请师父加持语树房的赞助者和所有支持我们网络弘法的朋友们。好的，好，祝我们语树房所有的赞助者哈都能够家庭和睦，事业兴旺，收到；健康长寿，收到；子孙贤孝，收到；夫妻幸福，收到；全家如意吉祥，收到。感谢您的发心，好，也同时呢，把最美好的祝福呢，也都送给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祝大家健康长寿，收到；如意吉祥。咱们8月3号再见，谢谢大家。Join us Sunday, August 3rd for Bodhi Meditation's Cultural Unity and Wellness event.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